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战凡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芳。战凡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，我觉得每一个学中文的人都需要。没错，就是自我介绍。你想想，无论你是去中国旅游，还是在中国工作，或者只是在网上认识中国朋友，第一句话永远是你好，我叫……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，很多外国朋友学了很久中文，但他们的自我介绍还是只有2句话。是不是你好，我叫什么和我是哪国人？对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尴尬的情况。说完这2句，空气就安静了，大家互相对视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谁也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。很多学生告诉我，他们心里想多说一点，但是嘴巴不动。他们怕自己的中文不好，怕说错声调，怕中国人听不懂。其实大家要记住，自我介绍不是汉语考试，自我介绍的目的是交朋友。中国人其实很热情，只要你多说一点点，哪怕声调不对，他们也会觉得你很友好，很努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办法，我们要带大家走过每一个细节。如果你觉得2句话不够，那么今天的播客就是为你准备的。第一个办法，也是最地道的办法，介绍你的名字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问你的名字是哪个字？因为汉字非常有意思，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如果你能解释你的名字，别人会觉得你很懂中国文化。如果你只说我叫 David， 中国人的脑子里只有声音。如果你说我是伟大的大，卫生的卫，中国人的脑子里就有了画面，他们会觉得你很有水平。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，比如如果你叫安，你可以说我叫安，平安的安。平安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。如果你叫林，你可以说双木林，左边一个木，右边一个木。第2个办法，不要只说大词，要说小细节。这个秘诀非常关键，我们叫它鱼饵法。什么是大词？在汉语里，像看书、运动、旅游都叫大词，范围太大了，对方没法接话。如果你只说我喜欢中国菜，对方心里可能在想，中国有几千种菜，你到底喜欢哪一种？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给对话加一个钩子。让我们来看几个非常具体的鱼饵范例。不要说我喜欢看书，要说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你喜欢看历史书吗？你看，这里的最近和中国历史就是鱼饵，对方马上可以问你，你在看哪段历史？是唐朝还是明朝？第3个办法，适合在正式一点的地方用。这个办法很简单，我们叫它时间公式。时间公式，你来说说。这个公式其实就是把你的生活像讲故事一样串起来。很简单，就3步。以前我在哪儿？现在我在哪儿？以后我想做什么？有了这3步，你的形象立刻就立体了。对，比如咱们先说留学生。如果一个学生说，我以前在英国学习经济，那时候我一个中文词都不会说。你听到这话什么感觉？我第一反应就是，哇，那你太有勇气了，一个词都不会就赶来北京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这话题一下子就打开了，是吧？然后你接着说现在我来到北京学习中文已经6个月了，虽然声调很难，
但我现在能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了。这个细节特别棒，从不会说到能去超市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进步。中国人听了都会特别想鼓励你，会说你的中文进步真大。最后再聊聊梦想，也就是以后。以后我希望能留在中国工作，或者做一个翻译，帮更多的人了解中国。这话听着就特别有正能量。当你告诉别人你的目标，大家就很愿意伸出手来帮你。咱们再换个场景，如果是刚上班的朋友，也可以用这个公式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，以前在法国的贸易公司实习，主要是处理一些文件，这就介绍了你的背景。然后聊现在的时候，可以稍微夸一下环境。现在我加入了这家公司，成为了销售部的一员。我很喜欢这里的同事，大家都很专业。这样别人会觉得你特别合群，特别友好。最后再说以后，我希望能提高我的中文水平，和更多的中国客户成为好朋友，把生意做得更好。你觉得这个目标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务实。在职场里，大家最喜欢这种有目标、肯努力的人。而且你看，这个公式就像一个伸缩尺，如果时间紧，每部分说一句话就行。如果你想多聊会儿，每部分还可以加一个为什么。没错，比如在现在这一部分，你可以加一句，因为我觉得北京的历史非常有意思，所以我每天下午都会去故宫外面走走。这种感觉就对了，不像是在背课文，而是在分享生活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3个词：以前、现在、以后。其实，在中文里还有几个非常神奇的词，只要你用对了，能瞬间拉近人的距离。没错，比如我很喜欢的2个词：缘分和请多指教。对，先说缘分，它不仅仅是运气，它带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比如你和对方在同一个城市出生，或者你们喜欢同一个小众的歌手，你就可以感叹，哎呀，这真是缘分呐。中国人听到这个词，心里会觉得跟你特别亲近。再说请多指教，传递出的信息是我很谦虚，我愿意向大家学习。这在中国社交中是非常加分的。还有一个词叫老乡。哈哈，老乡是拉近距离的神器。如果你发现对方和你来自一个国家，或者你们都在伦敦住过，你完全可以开玩笑说，原来我们是老乡啊。这一句话，尴尬感就全没了。王芳，我发现很多朋友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嘴巴说得挺好，但手脚不知道放哪儿，看着还是有点紧绷绷的。你观察得真准。其实自我介绍不光是套嘴在那儿说，你的身体语言也非常重要。有时候你的一个动作比你说10句话还有用。比如最典型的递名片，很多刚来中国的朋友习惯随手一递，哪怕用单手，但在中国这可得讲究点儿了。没错，一定要用双手递。而且名片的正面要对着对方，方便人家一眼就看到你的名字。接名片也一样，接过来认真看一眼，点头说一句原来是李马里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套动作做下来，对方立刻就会觉得你这个外国朋友特别地道，懂礼数。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忽略的细节，就是吃饭时的座位。哦，这个太关键了。如果大家去聚餐，千万别一进门就随便找个位置坐。通常离门口最远的那个位置是给重要人物坐的。对，作为外国朋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稍微等一下，等主人请你坐的时候，你客气2句再坐下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礼多人不怪。
这种客气会让大家觉得你非常有涵养。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礼仪，其实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觉得中国怎么样？和你家乡比呢？对，这个问题特别经典，但我发现很多学生一听到这个就卡住了，总想说一些很深奥的对比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。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、最地道的办法，就是各夸一个。你夸一下家乡的某个特点，再夸一下现在生活的城市。这个主意好，这样谁听了都高兴。比如你是新加坡人，你可以说，我的家乡在新加坡，那里虽然有点热，但是到处都是绿色的树，像个大瓜园。上海呢，有很多老建筑，非常有文化气息。我喜欢新加坡的绿色，也喜欢上海的历史。你看，这一对比，画面感就出来了。而且你最后加一句“我都喜欢”，不仅礼貌，还显得你性格很开朗。再比如你是泰国人，你可以聊聊清迈。我的家乡在清迈，生活节奏很慢，大家都很悠闲。北京节奏很快，大家都很有勇气。我觉得这两种生活方式都很有意思。这种疗法特别舒服，完全不像是在背课本儿。它其实是给对方提供了一个新的话题，到底是快节奏好还是慢节奏好？话题这不就又接上了吗？没错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家乡不够有名，只要你找一个小细节和现在的环境比一比，这就是非常高级的自我介绍了。聊了这么多好的地方，王芳，咱们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提个醒？毕竟自我介绍里有些容易做错的地方，要是做错了，大家对你的印象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没错，咱们最后这部分就专门来说说这些容易踩坑的表现。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离不开手机。哎呀，这个太常见了，很多朋友一边介绍一边盯着翻译软件看，总怕漏了词。对，其实大家要记住，沟通的时候眼神流强比词汇量重要得多。宁可你的中文说得慢一点，断断续续的，也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。真诚的眼神比精确的句法更能打动人。非常有道理。我再补充一个，就是说不开心的话。哦，展开说说。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实话很真诚，一介绍完就开始吐槽，比如我不喜欢这里的交通，我觉得这里的菜太油了。虽然是事实，但在初次面对的时候说这些，真的会让气氛一下子冷下来。确实，第一次见面，大家还是更愿意听到一些积极、有趣的事情。吐槽可以留到变成老朋友之后再说。还有一点，也是很多外国朋友容易忽略的，就是中文里的您。对，这个称呼很重要。如果你面对的是比你大很多的长辈，或者是公司的领导，记得把你换成您。这一字之差，体现出来的就是你对中国礼仪的尊重。没错，避开这几个小问题，你的自我介绍基本上就无懈可击了。今天我们真的聊了很久，把自我介绍的方方面面都拆解了。没错。其实自我介绍就是一座桥，桥修好了，你才能走向中国朋友。不要怕你的中文不够好，只要你有诚意、有笑容，大家都会愿意伸出手来拉你一把。希望大家在下次见面时都能拿出一套自信、有趣、地道的自我介绍。感谢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王芳，咱们下期再见。